我是林念老师。今天我们上第5课。今天是几号呢？28号。今天我们学什么呢？我们要学4个最常用、最重要的动词。听、说、读、写。刚才老师的动作就是写，老师说出来的话，你们听，就是这个听。听，用耳朵听。老师说，你们听。说，老师正在说话，用嘴在说话，说。读，我们在看读书。读文件，读报纸。我们拿一个有文字的书、文件，或者是我们的电脑上的文章，读。写，就是刚才老师的动作，拿一个粉笔，或者你们拿一个钢笔、铅笔，写出这个文字，这个动作就是写。写出这个字，这个动词就叫写。我们学习汉语的过程呢，也是由简单的听。每一个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开动的第一项功能就是听，耳朵在听。第2项我们是说。当我听到很多的汉语的时候，我可以说出来我认为正确的汉语。第3步就到读，我们要读很多的文字资料，我们可以把它看到字，可以朗读出来。读。写是最难的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步要学的，就是要用自己的手，像描写一幅画一样，写出一个正确的汉字。这也是我们学习汉语的4个过程。从简单的听，你们现在就是在听我说，你听到耳朵里，听着你就听明白了，就记住了，就听出来这是什么字了。说，你开始要说出来你的感受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从哪里来？开始说话。
然后可以开始拿着文章、报纸或者是电脑上的文章，你可以读出来它。读书、读报纸。读文章，最后我们差不多要学了3000个汉字之后，我们可以主动的一点一点的将一些词、句子，最后写成一篇长一点的文章。读文章，写文章。写文章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4个最常用的字。下面我们来适当的给每一个字有一个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的词语。听，我们说听话，听话。经常你会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说学生是听话的学生，用耳朵在听，听到心里去，而不着急的说出来。年轻人现在最常用的使用手机也是在听音乐。听音乐，音乐是没有国界的，它能够给人的心灵一定的平复，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，平静下来，享受这美好的学习生活。听音乐。好，说，平常我们说话，说话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动作，说话。说教，说教，老师想把自己的想法和知识告诉给学生，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用说教。它有2个发音，也是教书的教，也可以是说教的教。好，第3个词是读，刚才我们已经走了几个词了啊，读书，读报纸，读文章。读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学到的汉字，通过我们口腔的舌头、声带和我们发音位置的不同，和我们送气的不同，我们读出书上的内容、报纸的内容、文章的内容。读。好，最后一个字是最难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写。写什么呢？以前我们写信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信有可能是电子邮件。写文章，写文章，我们的电子邮件就是一个完整的文章，所以整个这个过程，我们是使用电子的方式，一样也是一个写的过程。现在老师用粉笔写，将来可以用电脑，在电脑里写出你学到的
汉语，你可以搜索找到简体汉语，然后来使用它。对，老师教的汉语是简体字的汉语，不是繁体字的哦。简体字的适当的简单一点，好用，因为有14亿中国人都在用简体汉字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听、说、读、写。换一个粉笔颜色啊！注意，我们今天学的4个动词：听、说、读、写。听说读写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汉语动词。老师今天标了拼音。汉语如果想系统的学习汉语，可以了解一些拼音。如果有这个计划，将来我们会学特音听、诗窝说、的乌读2声，西耶写3声。也许拼音可以帮助一部分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根据，因为这只是这个拼读的时候这个音标不熟悉，而其他的字母文字、拼音文字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听、说、读、写。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。之后我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， 以及我朗诵的一篇散文，非常优美的散文。上节课说讲一个故事，结果给大家附上了一个小游戏，你们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呢？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就别忘了在屏幕右下方给林燕老师点一个订阅。好的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我们下节课见。It's not a game, it's a rich thing.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实在太复杂了，因此我们就忘记了。他的脸却长得极寻常，因此我们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。当时他赶着羊群路过我家商店，进来看了看，赊走了80块钱的商品。在我家的账本上签了一个名字，几个不认识的阿拉伯字母。后来我们一有空就翻开账本那一页，反复研究，不知道这笔钱该找谁要去。你是